关于下面这块地的事情，我感觉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再纠结下去了，因为这户人家根本就不懂得尊重人。他昨天说，昨天晚上就能决定，然后卖不卖都给我们回个电话，但是呢，直到今天都没有回电话，我就感觉他玩是在耍我们。你要卖就卖，你不卖就不卖，是吧？你干嘛玩这些心事？对，一开始说一口价2万块钱也是他们说的，2万4也是他们说的。后面我们昨天打电话的时候，说按照平方多少钱一个平方算的话，也是他们说的，我们都答应了。不管他们是一口价还是按平方算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然后只要他们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复，但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。这已经是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说给我们答复，每次都不打我们电话。然后我们每次主动打电话去了，他又说他们儿子不想卖，不确定要商量。每次都是这样，然后就没有后续了，就感觉我们很被动，搞得我们特别想要他的东西一样，他的东西特别值钱一样。我感觉他这地再好，我都没有必要再去问他了。他如果说主动找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；如果说他不联系我们以后就不要去问他了。我感觉我们这样主动的话，只会让人家觉得你们我们迫切的想要这块地。对。它就会一直往上涨，因为他们嘛，本来一开始就是答应我们2万块钱卖给我们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后他又说不卖了，他们小孩不让卖，然后他说以后这上面肯定有什么发展呀，到时候那块地种庄稼会赚多少钱呀？我说这个种庄稼永远都不会赚回来那个成本。他说到时候国家征收的话，让国家来征收。我们征收价也只值1万多块钱。我们说我们也可以按国家的价格给你征收啊，一口价也可以，一口价肯定是要贵一点的，我们都答应了，但是他还在说要按照平方来印。我们昨天也是给他大概的测量了一下，只有200多个平方，征收价的话只有1万多块钱。对，反正我又感觉特别没意思，像他们这样搞。昨天也是我们打的最后一个电话，现在他不主动联系我们，我们就不买了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，我们太心急了。如果是慢一点聊天，但是如果慢一点的话，他们估计也不会卖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块地先放一边吧。我上次他说不愿意卖的时候，我就说要不我们租他的地，他说租那点地他拿来没有什么用，他还不如送给别人种，还得个人情，是吧？我租你的，你不租，你说卖呢，你又说不想卖。现在这里的人他就是形成这种，他感觉我们在这里坐下了，他们就把这里给我们卡一下，那里给我们卡一下，反正我的东西不管你给钱还是什么的，我就是不给你用。就形成了这一种，然后就是可能也是进不得的好这种吧。对，还有那2棵柿子树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之前也接了很多柿子，他们也有来摘。然后昨天也跟我们说，这块地他们是可卖可不卖。对，就算卖了的话，那2棵柿子树到时候也是他们家的，到时候他摘柿子的，他们自己来摘，不让我们摘。我说这个都没事，我们也答应了，但是后面呢，他也是没有联系我们了。对，他就找各种借口吧，不管是柿子树也好，还是其他的按一口价呀，还是按照一个平方多少钱这样子，其实都是借口。我觉得他们是不想卖的，听出了这个口气。昨天直接拿这2棵柿子树来说，他说他柿子每年都可以卖几千块钱。对，谁要那个柿子啊？那个柿子又不好吃，又没什么肉。对，我们也直接跟他说了，如果这块地卖给我们了，柿子树它是属于我们的，因为土地我们都买了，不可能柿子树又是他们的吧？是不是？那柿子树属于我们，那如果每年你们需要吃柿子，它结果了之后，你随便来摘呀，是不是？随便让它摘，我们都是没有关系的。后面
也没有后续。其实上面那块地如果真的买下来了，我们也只有是种一些菜啊，最主要的就是种一点水果啊。李俊之前说想，如果他真的不卖的话，考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租过来。但是之前他有说过，如果租金太低了的话，他们不愿意租，还不如送给别人种，还得一个人情。但是我想的是，如果租过来的话，他不让我们种水果，那也是一个麻烦。我感觉，到这些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来，有很多的阻碍。每个人都感觉你在这里，能把这个地方给发展起来，然后他又想让你发展起来了，他又不支持你，然后就是形成这一种矛盾。像这里的人好说话的也好说话，就像这块地，你给人家钱他也不要，反正你这块地就是你的。他给村里面所有人都说这块地是卖给我了，但是他又没有要钱，就这样的。我们这块地拿过来也是种的一些蔬菜，还有现在种了这个无花果。这小琴上次插的没插紧，我们给它弄一下。我们也没有打算说种菜来卖呀，种水果来卖。他们一直在想，我们拿过来后会不会种一些什么水果啊，卖很多的钱，卖给我们了后是不是就亏了？他们的想法就是这种。这么久了都没发现这里还有一块荒地，全都长满杂草了。我们问一下村里这块地是谁家的，愿不愿意免费给我们种？免费给我们种的话，我们把它开采出来，要钱的话也可以。大家看，我们下一看，再看看这块地怎么样。这以前应该是一块田吧，已经有好几年没种了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全是杂草。这块地的面积还挺大的，这么大。我们改天把这里给它挖出来种一些水果。像这块位置可以利用起来，种蔬菜的话应该不行，种水果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块地也是这户人家的，也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面积。其实我们想买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种菜比较方便，就在我们房子底下，很近。像我们吃什么菜的时候，直接到地里面来摘，然后拿到厨房里面去煮就好了。是村里面的那个叔叔，就是放牛的那个叔叔，他也有地，然后在下面河沟下面，他说让我们去免费种，但是我们也拒绝了，因为太远了，我们也不想去。就想在我们的房子周围这些种一点蔬菜吃就可以了。现在他卖不卖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们一直都诚心的想买他那块地，但是他也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特别明确的消息。他们一会儿卖一会儿又不卖，一直都是模棱两可的态度。我们从去年一直打电话到今年，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复。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着急了。如果他们要卖的话，就主动联系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再打电话给他们了。